仅差0.08秒，中国短跑女神葛曼棋首次交手15岁田径天才少女，就带来震撼一幕。近期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举办的如火如荼，其中女子60米大对决中，葛曼棋和15岁的陈芋汐首次交锋，吸引了大家的视线。在去年的学青会上，陈芋汐在女子100米和200米比赛中发挥出色，拿下双冠王，2次隔空击败葛曼棋。陈芋汐在2024年的第一场比赛就参加成人组女子60米，面对面和自己的偶像葛曼棋对决，这是多少人无法抵达的终点。在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中上演，让我们看到预赛中的一幕。这是葛曼棋今年第2次参加60米田径大奖赛第一站，葛曼棋在60米中以7秒30夺冠。在第2站中的预赛中，葛曼棋位于第3道的位置，这一次葛曼棋的表现更加优秀。第6道的小姑娘刘群肌肉爆炸，启动速度强。第4道的谭梦怡后程加速能力也不错，预赛就出了短跑能手。葛曼棋在强敌的刺激下跑出了7秒26，毫无悬念拿下预赛第1，也刷新个人赛季最佳成绩。谭梦怡跑出了7秒36，位列第2，刘群跑出了7秒37，位列第3。第6道的少年就是陈芋汐，只有15岁的年纪。这场比赛的对手基本上都是成年人，陈芋汐的表现却丝毫不弱于成年对手，在比赛中直接领跑，跑出7秒38成绩，位列预赛总榜第4。天雷斗地火，星宿战关公，这是全国室内赛女子60米决赛。第2道的就是15岁短跑新星陈芋汐，第4道的就是亚运会100米女王葛曼棋，第5道是新秀刘群。看这个姑娘的肌肉维度就知道，一定是个短跑好手。这场比赛老将不多，却足够危险，葛曼棋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很快，比赛开始了。葛曼棋赢下了这场对决，跑出了7秒21，个人第3好成绩。15岁新秀陈芋汐在偶像面前发挥出了全部实力，以7秒29的个人最好成绩超越了女子60米全国少年纪录。刘群表现也非常强势，最终以7秒35的成绩拿下第3名。视频到此就结束，祝大家新春快乐，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如果你喜欢的话，点赞、评论、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咱们下期再见。对中国的女子100米来说，也有一个人参加了女子100米的半决赛，此人就是葛曼棋。对葛曼棋来说，她在半决赛的时候跑出11秒22的成绩也是无缘决赛，这样的葛曼棋还是有些实力的。一些粉丝就表示，葛曼棋是目前中国跑100米最快的女子，这样的分析与说法完全在理。在2013年第2届亚洲青年女子运动会，葛曼棋成功闯进总决赛，并以11秒91的成绩获得金牌。随后连续在国内比赛中夺冠，开始在田径赛场崭露头角，迅速成为国家队的主力。先后参加了川崎田径黄金挑战赛、201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也正是凭借着出众的表现，葛曼棋成功入选了里约奥运会参赛名单。在2019年国际田联世界接力赛中，葛曼棋与队友一起打破了亚洲纪录，成为了我国最伟大的女子田径运动员之一。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一栏是四川的吴艳妮获得了冠军。这几个运动员之间呢，应该是太熟悉了，因为他们常年在一起训练。这是中国国家接力队的几大主力：葛曼棋、梁晓静还有龚琳薇。2020年9月，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比赛，葛曼棋启动状态很稳，在半程就以优势上领先。虽然梁晓静、韦永丽等人一直在追赶，但也回天乏术。不错的竞技状态，
最后冲刺，孔令威还是在往前超。最后是湖南的廖梦雪是稳稳的获得了第2名。葛曼棋的位置跟他的状态应该是，看来是很难去挑战的。对，现在来看，应该是很稳定的一个表现。11秒34，葛曼棋在今天的成绩也是接近他在今年福建特许赛当中跑出的全国最佳成绩11秒31，咱跑到了45，所以咱们说晚上他的正常状态就是在30左右，所以果不其然，决赛就跑到了11秒34。就是运动员的这种稳定的状态，你是可以就是预判出他下一枪到决赛当中100%发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挥效果。对，我作为一个教练员来说，如果是我表现出来，对，就是这种表现呢，它是可预判的。对，比如预赛的时候可以跟教练说，我大概80%、45左右或者50以内。对。然后决赛呢，我正常状态，教练也说那就是30左右，对，是吧？就是说都是可预判的。这就说明呢，葛曼棋的训练很系统。他的竞技状态跟比赛当中的发挥率是可以预判的。我看他的这个起跑前面这个带的加速这块跑的是非常顺利。是，我想起孙爱民指导当时在刘翔的时候也是，就是正常比赛的时候，第一枪、第2枪、第一枪13秒50。对。不过，作为一名国家级运动员，葛曼棋虽然技术出众，并且颜值也很高。对于中国田径而言，葛曼棋此次能够成功晋级半决赛，可谓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除了在奥运会半决赛上，葛曼棋跑出11秒22，在第14届全运会上，他也跑出了一样的成绩，并且是中途反超梁小静夺下了冠军。同时，他还拿到了200米和女子接力的金牌，可谓是风光无限。期待葛曼棋在田径的赛场上越走越远，创造出更多的佳绩。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一下，我们下个视频再会，拜拜。40排在第3位，袁琪琪创造了他赛季的最好成绩。小静是在前60米绝对的比赛，统治区间在第80米，我在提高了，而袁琪琪并没有放弃最后的这个过程当中。葛曼棋起跑反应呢也还不错，但是梁小静做得更加的出色。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冲刺加速能力更强的还是葛曼棋，她在后程的这个力量优势显现出来。袁琪琪在最后完成了超越，完成了对于文咏丽的超越。前面的半程对于袁琪琪来说呢，跑得不够放松，肩膀的肌肉显得特别的紧。Head to head between Shellyak, Fraser, Probold. Yeah, that amazing to watch Fraser Price eating up the ground on Dina Asher-Smith, who has been one of the. 这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女子4乘100米接力决赛，这是中国田径史上最大的失误。中国女飞人葛曼棋甚至无法接受，直接扑倒在女飞人梁小静的怀里。葛曼棋是一位极其有个性的运动员，小小年纪就能看出一身的桀骜不驯，但是她对田径事业爱得深沉，在国内的100米、200米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荣誉，甚至在国内全运会上在多位女飞人中拿下100米、200米的双冠王。葛曼棋不仅在国内跑得快，在国外的比赛上，她那是直接开启哪吒模式，跑得那叫一个漂亮。虽然个人成绩都十分不错，但是葛曼棋的内心其实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中国女子田径队时隔将近20年再次踏入过世锦赛接力决赛，可以说简直是创下了纪录。中国姑娘该如何应对多哈世锦赛4乘100米接力决赛呢？小队成员还是咱们的老朋友韦咏丽、梁小静、孔令威、葛曼棋。本场比赛最有力的竞争者是夺冠大热门牙买加队和猥琐发育的美国队。中国队的位置处于第8跑道，第7跑道就是猥琐发育到强大的美国队，第6道是英国队，第4跑道的是弗雷德带领的牙买加队。以中国队在预赛的表现，前3也不是不能拿下。第一道是由小马达支撑的梁小静，这一次梁小静心态沉稳，简直是完美起跑，不愧是中国队看中的，并没有落后对手。From the
inside, and it's a brilliant bend by White, the Jamaican. 而且在与第二棒选择韦永利交接也是非常顺利的，韦永利犹如定海神针。此时我们还有争取奖牌的希望。Against Dina Asher-Smith, the Jamaican beginning to close. 韦永利与第三棒孔令威的交接也没有问题。 Three good changeovers. Now Jamaica coming through. 此时中国队大概处在前4，优势不算小了。可是最让人心痛的一幕来临，第三棒孔令威与第4棒葛曼棋交接的时候，竟然出现了重大失误，他们竟然没有在交接区内完成交接，立刻退回交接区重新比赛。此时的葛曼棋心中慌乱，孔令威催促葛曼棋快跑，但已无济于事。 All sorts of problems. Oh, they're just showing why their race unfolded. Yeah, Dan, amazing to watch Fraser Price eating up the ground on Dina Asher-Smith, who has been away here. What a run! Brilliant finish here by the Britons. It's Jamaica's gold, Great Britain second. 葛曼棋奋力跑到终点 And 2 silvers for her. An exchange was really crisp, really clean. We didn't see that in the heat. Dan O'Brien down trackside. You're very much enjoying this penultimate night. That was a brilliant performance from the Jamaicans, wasn't it? Absolutely fabulous, guys. I'm standing next to Kimberly Williams as she's going up. 让我们看到这一次事故的全部样貌。在孔令威过来准备3、4棒交接的时候，葛曼棋心态不稳，启动太早了，导致两个人没有成功在规定的交接区内完成交接。葛曼棋这时没有意识到，甚至错愕了1秒，错上加错，更是让他们焦躁不堪。这才导致回到交接区后，葛曼棋甚至不是第一时间飞冲而去。经过孔令威和葛曼棋的弥补，最终成绩是1分05秒97，中国队的成绩瞬间垫底，无缘奖牌。 Athletes of the games, because that's now a gold and 2 silvers for her. Well, that's a nice matchup that we got a chance to see, and you know, you're not sure how many more times you're going to get to see that. Shelly-Ann Fraser-Price came here very, very prepared. Everybody wondered about her fitness all season long, but she has absolutely delivered, and I think she's even changed her hair color since she won the 100 meters. But you know, I think it's really one great athlete almost handing the baton to the next great world sprinter here in Dina Asher-Smith. It's just been a treat, and you know, we said, can it get any better than last night? Guys, I think it just did tonight. Just some fantastic races and some epic field events. I couldn't agree more. That was insight from Dan O'Brien, 3 times a world decathlon champion, Olympic champion and world record holder. Shelly-Ann Fraser-Price, well, her list of achievements goes on and on and on. 然而，这还不是最难以接受的。赛后，世锦赛组委会表示，中国队在交接棒的时候犯规了，所以直接取消了中国队的成绩。这一决策彻底把中国女子田径队打落地狱。因为根据奥运会的标准，世锦赛决赛的前8名都能直接获得东京奥运会接力参赛资格，而这一下彻底葬送了东京奥运会接力参赛资格。本来最低也可以拿个第8，却因为自己直接痛失资格。葛曼棋一瞬间跪在跑道上，眼中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梁小静过来默默抱住了他。葛曼棋经过这次失误后，整个人拼了命的训练，只因为他说：“教练，我不想再哭了。”大家怎么看？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